嘿，大家好，我是阿用。那如各位看到呢，我现在在桃园的龙潭极限赛车场。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带这一台 R15N 这边来龙潭赛车场这边来试车，因为想说平常都是在道路上面测试，但是今天试到这一台被各大车媒这边评论为最适合新手入门的赛道小车。那既然如此呢，所以我特地来这边来赛道这里来试一下它的性能是不是真的如现在目前媒体这边所讲的一样。那其实我刚刚已经跑过了好几圈了，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龙潭赛车场这边来跑赛道。那事实上呢，我之前其实也没有多少赛道的经验啊，那可以说几乎是没有，除了之前可能在有一些车厂在卡丁赛车场所举办的一些试车活动之外，其实我几乎是没有真的下过赛道的。那所以今天算是我第一次下赛道这边来跑。其实我这次有带 Q-Star 这边来试一下我的单圈，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说我自己的单圈的水准是怎么样。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之前的成绩呢，其实一开始最惨的时候，其实现在已经被刷掉了。我记得我刚下去的时候跑的前几圈呢，大概都在1分30秒左右吧。所以根本就是行动路障来着，然后到后来速度上面变得比较稳定的时候，都大概在1分04秒左右，大概是我的最佳的单圈。那我觉得其实要练真啊，你从有一个计时器这边来帮你来测试，来看一下你的单圈，其实还蛮有帮助的，因为至少知道说你现在目前的骑乘状态啊，是不是已经达到你现在目前设定可能到达一个瓶颈。那我现在1分04秒其实是相当的慢了，然后可是可以各位看到，其实我一直刚刚在赛道上面呢，我都有磨到脚踏这里啊，所以其实当磨到脚踏的时候，其实就会对前脚的部分就开始产生不安的感觉，所以后面我就不敢再继续再 push 我的前脚，因为我很怕到时候真的会累惨这样。然后那从这边磨到脚踏的位置的时候，我的轮胎几乎是已经快接近满胎了，大概还剩边缘大概1咪咪吧。然后所以这个前脚感知器大概磨到的时候的极限大概就位置是大概是你的95%左右的胎面这边使用率。然后也许你再换一组脚踏后余的话，你可以把轮胎这边全部都用满。但其实这已经是骑到还蛮极限的。好，不过也许你要单圈要突破秒数的话，以目前这台车的设定来说，应该脚踏后移这边是必须要改的。这组我现在这次落地这边就已经是改成是Russell 4的这个轮胎。那这边 Russell 4轮胎其实刚在试的时候，我觉得是都还蛮稳定的，至少说比原厂的轮胎还要来的稳定太多了。因为原厂的那个胎根本就非常的不是那么的过弯，不是那么的稳定好。然后这组 Russell 4在弯道上面的稳定性其实是还不错，然后所以这边在胎穴这边，它在剥落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觉得是还蛮均匀的。那我之前有看过有网友分享过原厂胎这边它磨到就是整块的大量的剥落，这其实代表说其实那个胎质并不是那么的稳定。然后你看到这边细细的这样子的剥落呢，其实代表这个轮胎这边它的融化这个速度啊，其实是都还蛮稳定。然后再来刹车的部分啊，刚刚在试的时候，手感真的是蛮差的，而且制动力的地方是相当的不足，而且有时候在重刹的时候，这组前叉，我觉得支撑性好像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有点弱一点，所以可能以我的体重差不多以我体重90公斤来说的话，可能这组前叉必须还要再加强它的阻尼的设定。然后不然可能在入弯前的重刹的话，会撑不住我的体重。OK， 那后避震器的话，我觉得它已经比 MT-5的后避震器真的已经好太多了。然后在你一般的道路在打档的时候，其实都还蛮稳，支撑性都还蛮稳定。然后可是你在赛道的时候又变得说稍微又显得有一点不太够用。所以我就觉得，看来你要后面阻尼不够用的时候，有时候你在入弯的时候，可能后面的压缩量又会再变少。如果压缩量变少的时候，可能又会影响到你的倾角的设定。所以我觉得好像后避震跟前叉这里的阻尼这边，应该说它的预载这边都必须要再加强一点。
然后前后刹车当然是一定还要再加强的啦。那这台车动力的部分，当然在适合这个小赛道，我觉得是还蛮称职的啦。然后虽然说刚刚被很多的车子一直不停的给霸过，当然一方面是我技术的问题还不够成熟，但是动力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小赛道，卡丁赛车场，我觉得是还蛮 OK， 就是还蛮适合来这边来练车的啦。其实很多人喜欢在山道这边去练车，我觉得其实并不是那么安全的。其实既然我们有一个赛车场这边可以来让大家来一起来这边来练车，来这个安全的环境下面来练习你的骑车的技术，那其实我还蛮建议各位就是有机会可以来这边来试一下，体验一下在赛车场这边来练车的感觉。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啦，那就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拜拜。